季家季莺莺送锦凤还巢，请诸位品鉴。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。若我没记错，季家不能参赛吧？罪人之后，怎么可以参加斗锦会呢？季娘子没有参赛资格，还要扰乱会场，杨警官不管一管吗？赵夫人，此事本官还真管不了。若本官没记错的话，他们是逢射而出，这圣人都射了，怎么，赵夫人，您觉得射不得？我没这么说，只是这斗锦比的是锦画，他拿一个风筝来参赛，成何体统？蜀地千面，随心而生。这只蜀红风筝，亦是我心中之画，是我阿兄心中所想，亲手所织。锦官府也尚未规定锦画应当织成何样，我手绘我心，有何不妥？就是啊，有何不妥？杨警官，季莺莺在众目睽睽之下假造蜀红供丝，胆大包天，你说应该怎么处置？我看这蜀红风筝鲜艳夺目，倒不像是假的。杨警官莫不是忘了，真正的蜀红丝已经被你送入长安，炼成圣上了。哎呀，季娘子，先前有赵家的蜀红丝，现在又有你季家的蜀红丝，搞得本官是眼花缭乱。要不这样，你代替本官断一断这真假如何？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莺莺，你我共同的钱，我织出来了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季莺莺，就算你与我赵家有私怨，也不该损毁锦画泄愤。锦绣丹青还是鱼目混珠？马上见分晓。赵夫人，稍安勿躁。掉色了！掉色了！褪色了！这是假的！这个才是假的！假的！本官方才明明记得是一幅鹏程万里，现如今怎么变成了人间堕落啊？堕落！这幅锦早已面目全非。因为这幅锦是赵红丝所织就，赵红丝并非蜀红丝。之前那日是有人在那红丝上涂了一层油，才使其遇碱水而不完全褪色。方才我泼的是皂角水，油遇皂角而溶，赝品自然露出真面目。季莺莺，蜀红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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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季莺莺，蜀红丝。当日便是众位一道，在牛将军面前亲口承
牛五娘子金口玉言，景王已定，我走便是。蜀红凤凰，另寻栖息地。这种比赛不简单，走了。阿兄，从今日起，无人不知我们季家蜀红重现。故意纵容季莺莺毁了蜀红司，杨警官，你的命是不想要了吗？赵二少夫人说笑了，这真蜀红一出啊，假蜀红自然原形毕露。再说了，这众目睽睽之下，你叫本警官该如何弄虚作假吗？别忘了，赵红丝已经被你送入长安，若这丝是假的，头一个问罪的就是你。没忘没忘，确实，赵红丝已被我送往长安，但从未进献宫中啊。赵二少夫人若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亲自去往长安一查便知。你留了后手。警官这个职位嘛，毕竟危险重重，总要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的斗锦盛会仍是赵家博得头筹，我也特意为赵二少夫人准备了一份贺礼啊。杨警官不好了，青城山失火了！青城山失火，赵二少夫人，要不要随同本官一同上山看看？赵家已经在散花楼准备了庆功宴，此刻应该在等我入席。青城山的热闹，杨警官独自去凑。从方才到现在，一直未见赵二少夫人的贴身丫鬟玉媛，不知她现在身处何处啊？若是在那青城山上，只怕是要危险了啊！快救火！快来了！这边怎么有个山洞啊？慢点儿，你兔崽子！不能慢啊，阿姨！杨老三说了，上面有大功一件，不能让人抢了先了。杨三郎，啊！阿姨你也快点吧，阿姨！阿姨，给我倒腾两步。哎呦，我都比马来好，你想累着点吧。你们这是上山使到，我就也到。瞎喊什么呀？桑长史，你看看呐，是谁干的这丧尽天良的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会有警方？这山中大火，可与你们有关。桑长史，他们都被毒哑了，根本就说不出话来。这一看呐，就是被关在这儿做苦力嘛，这是。你们放心，有什么苦，有什么难，写出来，我阿爷肯定还大家个公道。这就是你说的大事，你嫌老子命长是不是？这事还不大吗？是何人胆大包天，胆敢私自掳掠百姓，造起谋利啊！桑长史，杨景兰，下官也是才看到这令人发指的行径，我相信桑长史定会揪出幕后真凶，绝不姑息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是，我定会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来人，搜索谨房，
和附近山洞救出幕后真凶。走。哎，这是假蜀红丝，这个叫赵红丝。这是玉皇丝，这是要造反呐！也造反呢！给我闭嘴！这是。杨警官，在山洞里找到了一个小娘子，还有这些人，他们定与这黑警房有关。三长史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是牛五娘子的贴身丫鬟玉媛，她在此处，那说明此事定与那牛五娘子有着莫大的关联。没错，说得对。一派胡言。娘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去山上祈福吗？娘子，一群山贼突然出现，将我绑在这里，奴婢也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娘子，我们快回去吧，奴婢害怕。看来这山中锦房确实是山匪所为。有劳杨警官帮我找到我的丫鬟。玉渊，我们走。等等，他们既然是山匪，那你的贴身丫鬟又为何会跟他们绑在一起？杨警官应该问他们，何必来问我呀？只怕他们忠心耿耿，又或是有亲人的性命被攥在了别人的手里，说不出实话来吧？他们说不出口，与我有何干？他们不肯开口，我来说。哎呦！阿姨，民女金英状告赵家二少夫人，染指贾蜀红私建警房，祸乱警业，夺我季家名誉，胆敢诬陷命官家眷，该当何罪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起来吧。谢长史。金娘子，你可有证据？今日斗警会上，众人亲眼所见，贾蜀红欲捡水而落色，蜀红丝乃是宫中点名索要，这二少夫人胆敢当众造假，此乃大不敬之罪啊！季娘子怕是记错了吧？这赵红丝是我夫君所染，你要问罪，也应该问罪于他呀。你们夫妻二人还真是至亲至疏的关系呢。季娘子，赵红丝乃赵家二郎所染，你是不是状告错人呢？不，我要告的就是赵家二少夫人，牛家五娘子。我有人证。哇塞！曹明，华家染坊赘婿，华祥荣拜见桑长史。曹明可以为证，牛五娘子就是贾蜀红丝的幕后主使，就是她。只是曹明和曹明九泉之下的夫人染贾蜀红丝，死未成仙。他便唆使我俩造假蒙混过关，就连这些职工，也是他命曹明以招工的名义掳掠诱拐而来，就连曹明的夫人，也是被他害死的。季娘子，你要是想诬陷我的话，也应该找一个良民吧。这花家本来就是偷税的罪人。他说的话，岂能相信？我有证据。
你以为你把所有的账目都收缴了，就万事平安了？我娘子早就料到，他是一个反复无常、心狠手辣的人。所有的账目都做了2份。花祥荣，我和夫人相伴20载，情比金坚。我知道我是死路一条，我怕死，可我更怕我9泉之下的夫人死不瞑目。我知道我俩罪有应得，可是你也别想跑。我就算拼上我这个命，我要为我夫人报仇。草没有契丹，账目为证，今将士过目。哎呀，阿爷，你看，你快看啊！这五娘子，你让本官是如何是好啊？桑长史乃是本地父母官，自然是秉公处理。更何况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对呀，阿爷。草民帮牛五娘为虎作伥，草民有罪。可牛五娘罪大恶极，请将士判决。染甲蜀红，草菅人命，掳掠工匠，果然是罪状累累，罄竹难书啊！桑长史，这都不抓吗？这肯定抓，阿爷。桑长史，你敢抓吗？这抓还是不抓？哎呀，抓呀，阿爷，不然你对得起这些职工、这些百姓们吗？那便抓吧。我看谁敢抓！牛将军，花想荣坦白真相，出面作证，你却把人给杀了，你是要包庇牛五娘子吗？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！是。牛将军可以轰走百姓，但是今天的事情，城中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你堵不住悠悠众口。你的烂摊子，我只帮你收拾这一次。放箭！牛犬，你动用私刑，滥杀无辜，你当天理王法何在？牛将军，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杨青兰，我们今天会死在这儿吗？我说过，我会为你托底的。我阿姐是娘娘，是大长娘娘，你敢？怪就怪把你牵扯进来的人吧。今日只有你们永远闭嘴了，这山上的事才不会有人知道，才不会有人问什么天理王法。牛将军，牛将军，牛将军，
还不快放开！不快，刘将军少爷他，刘将军少爷他，节度使令。圣人寿诞将至，节度使心怀圣人，特命警官督造，由蜀红传人季莹莹协同新晋锦王，共同织造蜀红，为圣人贺寿，任何人不得阻挠。下官接令。刘将军，你看让您的人，还是把弓箭收了吧。山中失火，杨警官与桑长史心系百姓，上山救火，不幸双双殒命。其后，张刺史奋不顾身，将山火扑灭，不负百姓。只是，这节度使令该听到的，终究还是没有听到。这么说不好吗？刘将军，本官今日也想晚来一步。可牛将军，你想想，节度使是怎么知道蜀红传人是季莹莹，而非赵家二郎？本官今日要是晚来一步，我这条命算是到头了。可是牛将军，您在节度使那里也得雪上加霜啊！未雨绸缪，暗度陈仓。杨警官，你好手段啊！好，既然节度使命你督造织锦，那就千万别出任何差错，否则谁也保不了你。不劳牛将军费心，但愿吧。走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咱们死定了呢！你个兔崽子！你再敢跟不要命的人玩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颠倒黑白，权势滔天。节度使会放任牛景这般私下敛财、草菅人命吗？牛瑾瞒着他自作主张，他定会敲打。不过牛瑾毕竟是他的兵，只要不是造反，他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那长安呢？长安会管吗？有人想管啊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管的。朝中与藩镇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！放心，如今有节度使令，牛瑾便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抓你。就是他敢，我也不会让他得逞的。那你呢？他们会在暗中对你下手吗？下不下手是他的本事，能不能活下去，那是我的本事。杨金兰，你怕吗？你怕吗？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会退缩。我是怕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怕可以提醒我，让我跑得再快一点，不要落入一样的结局。我也怕，
怕对不起死去的人，怕护不住活着的人。但如果一直怕，反而跑不快呢？要不要陪你一起进去，与你阿娘说清楚？我阿娘应该不愿意别人看见她棍棒骄子的模样。娘子，戒指还是拄棍呢？阿娘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让阿兄瞒着你的。不，那蜀红寺的风筝是我织的，是我不让茵茵告诉阿娘的。阿兄向来疼我惯我，不是我没有做好这个兄长。你们阿耶到底是因何而死？季家因何而获罪？是因为蜀红寺。但阿耶绝不会做造假之事。阿耶他预设出狱那天，你们都答应过我什么？季莹莹，你说。绝不再提阿耶之事，平安度日。可是阿娘，今日便是我们不反抗，便可以安然无恙吗？莹莹，老虎食人是因为他饿了，他不会因为那人乖顺便放过他。莹莹，阿娘，莹莹只是不想让别人盗用阿耶的蜀红寺之名，她并没有提及当年旧事啊。季莹莹，你没有吗？你从未想过要提起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一次次逼自己染红，真的只是为了支撑染房吗？阿娘，那你就忍心看到阿耶背负罪名，一生沉冤吗？季家谨防规矩第1条是什么？你给我背出来，大声背出来！季家谨防，井为首，人在井之上。何意？季家谨防，万事以知井为先，是非恩怨名利皆在其后，唯有人命在井之上。若有灾异，先救人，再救己。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。好，很好。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？你告诉你阿爷，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一切？如果你阿爷现在还活着，他真正在意的是他季归南的名声，还是他一双儿女的平安？阿爷对我们的爱护重于一切，他定会懂我，他一定能让我做想做的事情。看来他真的是把你惯坏了，把你惯得像今天这样，死不悔改，拒不认错。阿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你，我不该惹您生气。
可是，人能忍一时韬光养晦，绝不能忍一世丧尽志气。我想要的公道，自能我自己讨回。我今日所做的一切，我无悔。你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放开！季悠悠，你很好，是我这个当阿娘的没有教导好你。我看该反省的人，不是你，是我。阿娘定是对我失望透顶了，才会如此。阿娘是不忍心。当年阿爷骤然故去，你拒人染红，老坤云进房。阿娘也有她自己走不出的心结，她实在是害怕再失去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所以我不想再瞒着她了。阿兄，只有面对过去，才不会困在过去。我平日怜惜你命苦，你爱贪钱小财，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曾想你愈发的胆大妄为，竟敢私造禁房，还是平日太骄纵你了。将军，大可不必如此，怎么说也是女孩家，何必雪上加霜呢？还不谢谢张刺史？谢谢刺史大人，此事皆因五娘愚昧贪婪，实属与阿爷无关，还请刺史大人明察，切莫污了阿爷清白，也莫辱没了节帅。此事与节度使有什么关系？我是阿爷的女儿，在世人眼里，我做了便等同于阿爷做了。阿爷是节度使的麾下众将，阿爷做了，岂不等同于节度使做了？世人哪管真相，只会恶意揣测。若因五娘一人牵连了阿爷和节度使，实在百死难免。我知道将军为什么偏爱五娘子了。平日就喜欢自作聪明，这不过是他想让你帮他息事宁人的借口罢了。不过，他这话说的也有些道理。若说我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莫说旁人，便是刺史你，信吗？我也深知，张刺史与此事绝无干系，但是节度使，信吗？他会不会认为是你我同流合污？将军说笑了。节度使大人虽然常年驻守军中，但对城中之事也是了如指掌，自然不会冤枉了将军。那朝中呢？朝中对益州、对节帅，又知道多少？如果任那警官将此事的证据传入朝中，难免不会有人居心叵测、断章取义，污蔑节帅。不瞒张刺史，牛某人好颜面，今日在山中的雷霆之举确有私心，但这才是根因。将军深谋远虑，相信节度使大人定会明白。其实将军也深得节度使大人的器重。这益州城也是将军的益州城，都是一家人，令千金想多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将军
何必瞒着节度使呢？这就是将军见外了。牛某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牛某对节度使大人定会知无不言。谢张刺史指教，客气了。来人！将军太客气了，下官愧不敢当。将军请放心，今日之事只是山中起火，再无他事。下官告辞。刺史既然这样说，看来节度使还是信重阿叶的。此次是我轻敌，还请阿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捉住杨静兰的把柄。你既已嫁入赵家，就踏踏实实做赵家的媳妇吧，尽好你一个内宅妇人的本分，旁的事就不要问了。阿叶，杨静兰此次轻易便能化解送入长安的假蜀红之位，背后的势力必然非同小可。您不想知道吗？与其动用长安他，不如……如果我的女儿羞愧难当，畏罪自杀，你说节度使会不会更加信任、悲悯我几分？但也难免会有人猜忌你无毒食子，杀人灭口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他刚刚是真的想杀了我。娘子，请将军恕罪，是下官来晚了。这样，下官先自罚一杯。知道我为何要宴请你吗？今日在山中，将军险些要了杨某的性命，晚上又主动相邀杨某至此，难不成是在山上杀得不尽兴？这是一场鸿门宴。知道是鸿门宴还敢来，杨警官，你好胆识啊！那你知道我为何要在此处宴请你吗？将军身份贵重，见多识广，这么看来，将军并非是邀我前来品尝美酒佳肴的。此间酒楼风景独好。杨警官果然聪明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我图的就是这里风景独好。我常年在军中打仗打惯了，一向都是先兵后礼，不把敌人逼入绝境，怎么好谈条件？将军的礼有多重？那要看杨警官背后之人想要什么。杨某孑然一身，背后无人。
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威胁杨警官把赵弘思送入东宫，可太子最后竟没有将嗣献给皇后。能够左右东宫的抉择，且丝毫不留痕迹，杨警官背后之人深不可测呀。兴许是太子自己觉得这东西不够大气，给换了。落英缤纷过，跌进尘埃，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。幻化溪畔的粉末，剑影飞花之间落。岁月若飞梭，一身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阡陌。幻境迷途与扑朔，为心历惊鸿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支撑最人生所，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丝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透锁万千年成线，曾经落尾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丝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透锁万千年成线，曾经落尾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